如果我们给使用者很多的爱心和赞，使用者是不是就会沉迷自拍？就像史金纳教授实验底下的动物一样，不断伸出手，只为了获取爱心呢？所以 Instagram 的界面就这样产生了。这个按赞分享文化至今影响了超过10亿人。大家好，我是阿令，这里是淑女养成记。注意力是什么？你可以想象那是一种聚光灯。演唱会时，蔡依林出场 ，Spotlight 打在她的身上，周围的人都消失了。可是万一台上的聚光灯关掉，然后旁边一堆人开始拿着荧光棒、手电筒、手机在那边晃啊晃的，就算你心里超级想看到蔡依林，周边的光线也会让你无法做到这件事。因为你的注意力会被周遭影响，产生专注力资源的耗竭。而专注力的耗竭，这也是目前全人类正在经历的窘境。你原本在回 email， 忽然朋友用 LINE 问你周末要约哪里，接下来你就开始上网 Google 台北的餐厅，找着找着顺便按了一下同事最新的 IG 动态。然后今天过完了，你可能还会为自己的一心多用达成很多件事而感到自豪。美国神经科学家厄尔米勒提出，人的大脑一次只能在意识中产生1-2个想法，也就是说，人类本来就是一种只能一心一用的生物，但现代人多半都喜欢来回切换注意力。这种大脑不断切换的过程，有点像是你的专注力不断的重复开启再关闭。这会耗损我们的转换成本，因为每次重新集中注意力都需要再花时间。HP 惠普曾经进行一项研究，测试员工的智商。第一次是员工超级专注的时候，第二次让员工收发电子邮件和接电话，在分心的状态下进行测试。研究发现，这样科技造成的分心会导致员工的智商平均下降10分，这短期的智商损伤竟然是吸食大麻的2倍。说到专注力，不能不提到美国心理学教授米哈里所提出的心流。心流是最深层的专注力，简单来说，心流就是一种专注的过程，会让人感觉不到自我。当你投入了极度热爱的运动、绘画等等，就会发生这种状态。不过，提倡心流的米哈里教授不是我们这集的主要人物。我要说的是另一个知名的心理学家，大名鼎鼎的哈佛大学史金纳教授。史金纳教授所提出的学说跟米哈里教授提出的心流，可以说间接形成了现代人生活冲突的2大拉扯力量。史金纳教授你可能没听过，但你一定听过他做过的一个实验，就是让老鼠或鸽子触碰开关，无意间获得饲料，然后这只小动物之后就会学到要去触碰开关才有饭吃，这叫做操作制约。透过这样的奖励方式，我们人类得以操控这只小动物。结果这个大名鼎鼎的理论也成为了时下科技世代的运行规则。Instagram 的设计师突发奇想，如果我们给使用者很多的爱心和赞，使用者是不是就会沉迷自拍？就像史金纳教授实验底下的动物一样，不断伸出手，只为了获取爱心呢？所以 Instagram 的界面就这样产生了。这个按赞分享文化至今影响了超过10亿人。关于注意力的分散有很多原因，书里有提到其中一个是科技的进步，人手一机是我们分心的一大主因。智慧型手机其实并不是重点，使用者界面的弹出、震动、通知等设计才是干扰我们注意力的大部分原因。每个 APP 都在试图抓住我们的注意力，导致我们无法专心一致，但我们终究还是会自动选择去滑一下那个弹出来的视窗。这就很像是魔术师在学的不是什么神奇的魔法，而是操纵注意力的技术。魔术在做的事情其实是转移你的注意力，还有所有的魔术都会安排一个让你自己做出选择的桥段，让你自我说服这个神奇的过程。所以被操纵者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是在被操纵的那个人，而是主动做出选择的人。
作者在书中提到，媒体其实不是一种管道，而是另一种解读世界的方式。什么意思呢？电视、电脑、智慧手机的发明，让我们认为自己是透过不同的载体去看一件事情。可是其实我们真正接触的是电视或社群媒体角度所诠释出来的世界。也就是说，那是一种类似滤镜的东西。例如以前的 Twitter， 现在叫做 X， 它传递的价值观是不要长时间关注在一个人一件事上面，还有世界必须在你三言两语之中可以快速被解释、被理解，以及人们是不是会立刻称赞你的这个陈述，这个很重要。至于 IG， 它传递出来的价值观就是第一个，你的颜值如何，还有你的颜值如何，以及你的颜值如何。然后我们透过这些媒体去了解的世界，也将会越来越流于表面，让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跟精力去了解一件事情的真相。然后呢，书中有提到一个很有趣也有点讽刺的事实，就是美国矽谷近几年都很流行瑜伽，很流行冥想，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提高专注力跟创造力。可是他们发明的产品却是全人类不专心的始作俑者。谈到专注力遗失，你可能还有听过一个名词叫做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现在很多儿童都有这个症状，大量的科学研究显示多半是因为基因的遗传导致，但书中也提出了其他的说法，包含食物、环境、比较少运动等等，这些呢都在影响孩童的注意力。其中他有讲到孩子的分心，还有可能是这个小孩可能正处于压力之中。如果有一个孩童有童年创伤，或者是他的家庭正在经历一些危机或者是压力事件，也容易诱发注意力不足过动症。这也显示了一个人的分心有时候不是他没有专注的能力，而是因为他处在一个过度警觉的状况之中，所以他必须将注意力大量的分散，用来寻找周遭有没有可能有潜在的危机。所以这里我们也可以得知，安全感是专注力的源头。谈到这边，我整理一下书中有提到几个找回专注力的方法。睡眠当然是影响生理、影响精神很重要的一个点。第二个，我们要先了解刚刚所说的社交媒体的操作机制，然后有意识地停止频繁切换你的大脑任务。第三个，不要过度的自我谴责，毕竟你的确是生长在这个时代，生长在一个让人不断分心的大环境之中，所以你不够有定力，这不全是你的错。最后第四点，也是我特别想要提的一个点，就是偶尔关掉你的专注力去神游，这个有助于提升你后续的专注力，甚至有可能会让我们更有创造力。科学家发现，当我们处在思想自由漂浮的时候，没有任何的专注跟聚焦，通常这种时候，大脑某些部分其实是特别活跃的，因为神游时，你正在串联你的每个碎片资讯，就像是你可能会忽然想起你的童年记忆，或者是想到上礼拜你在书上看到的一句话。当这些资讯得以串联，你就拥有足够的心理空间去理解一件你原本还不够了解的事物。我们也可以发现，以往很多的创意发明都不是在专心一致的时候产生的，也就是说，创意不是忽然从你脑中产生的一个新点子，而是将原本已经存在的两件事物让它们有所连结。所以适时的关掉你的聚光灯去神游，其实是有好处的。最后的结语时间，既然我们是说书频道，那就来谈谈阅读这件事。书中有提到，阅读也可以提升专注力，而且这里的提升专注力的阅读指的是读纸本的小说。当我们在读小说的时候，不只是训练专注力，也可以培养同理心，因为那是一种沉浸的过程。你在模拟一种社会状况，想象其他人的经历，更能够去揣摩其他人的动机跟目标，进而提高同理心。但说到这个，其实我通常都是使用荧幕去阅读电子书，因为电子书真的是比较方便。但是书中有提到，
当我们眼睛接触荧幕的时候，其实我们更擅长用扫描略读的方式去阅读，而且从荧幕阅读的人理解和记忆也会比较少。在这样的提醒之下，我真的有发现自己在阅读电子书的时候会比较习惯用浏览的方式去阅读，也会看得比较快。而且当使用荧幕阅读电子书的时候，好像会发生一种状况，就是书上如果有一句你不是很理解的资讯，你可能会马上中断阅读，上网去搜寻答案，导致专注力跟阅读的效率都会比较差一点。那不知道现在正在看频道的你，是习惯看电子书呢，还是纸本书籍呢？欢迎你可以在底下的留言告诉我。今天的说书时间就先在这里告一段落啦。还没有订阅频道的朋友也记得帮我订阅一下。我是阿令，淑女养成记，我们下次见咯。